到了晚上想想都好怕人啊！活人啊，就怕死鬼啊！哦，活人不怕死鬼，是的。有一个大哥看了我的视频，他说让我去他们家看看他们家的那栋老宅究竟怎么样了。他说很多年没在这边居住了，住着都怕人，不敢回家了。那究竟什么原因呢？来到这里才发现，他们家门前的这条小路，唯一的一条小路进入他们家哦，两边都长满了杂草，然后这边呢好多墓地啊，一排过去6、7座都是坟墓。我感觉又是一户人鬼同屋的房子啊。就像这个大哥告诉我说的，到了晚上一个人是不敢回家的，这是进入他们家的必经之路。这一排坟墓好几座呢，每一座坟墓都立得有碑，上面的字已经是模糊不清了，估计年代已经比较久远了。他们家这是一栋独门独院的房子，距离邻居啊少说都有700、800米，周边都没有住户的。这座坟上面还有清明挂的吊坠，坟上已经长了很多竹子了。这里还有一座，那旁边都是坟墓啊，这一排都有5、6座坟墓，想想都怕人，每天从这边经过。房子呢就在尽头的前方，我们从这边走过去，带大家看一下他们家的这栋房子现在究竟什么情况了。这栋房子距离邻居还是比较远的，刚过来的那一段路呢，两边都已经长满了杂草。过来之后，这边呢又做了一些水泥的硬化，还比较好走。旁边应该是水渠，但是现在里面没有水。房子的周边很多土地啊都种满了橘子，每年的10月份橘子就成熟了，而且这边的橘子是那种薄皮的，口感呢还是挺不错的。房子门前就是清水江了，到了夏天可以到江边去钓鱼，这边的环境还是挺不错的。那这边有个老大爷走过来了，我们过去和他打个招呼。大叔你好啊！你们在搞什么？到拍视频啊？哦，你捡柴回去啊？啊，哦，看刷刷，我问一下你啊，啊，你们这边怎么房子周边好多坟墓啊？住在这边不怕吗？哦，好怕什么？不怕。啊不，到了晚上想想都好怕人啊！活人啊，就怕死鬼啊！哦，活人不怕死鬼，是的啊。你今年多大了我80多了。？80多岁了。嗯。哦，你在这边捡柴，你们家住在那边吗？住外边。哦，他们家只有一栋房子在这边哦。这栋房子，他都没得可住的。不在这边住了，估计胆子小，不敢住。不是，他在搞生产，你看在搞生产划不到嘛，他们这个街上搞。是的，都到城里面买了房了。他们的人的房，但他们在没买他们租的人。哦，行，好，行，好，谢谢你。你们在这里玩耍？哦，玩耍。房子就在上方了，这边是他们家的整个院子。来到这边就感觉有点是阴森恐怖的。然后门口有一株这个李子树，已经倒下来了。然后这边有条小路，顺着小路走上去就到房子了。这边感觉好阴凉啊！这里还有棵柚子树呢。柚子树的旁边有一座石头宝杆，上面都长满了很多青苔。这边依然是一大片的橘子地。
果子还不少呢。这栋房子荒废的时间估计已经很久了。远远的看过去，在马路那边，实际上就可以看到这是独门独院的一栋房子。这个橘子已经长了比较大了，哇，今年应该是一个丰收的年程。整栋房屋屋顶呢已经是开始漏雨了，依然通水通电啊。这边是电表，这里呢是水龙头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整栋房子啊是有5、6间的，大门都是敞开的，门前堆了一些杂物。这里就是橘林，坐在院子可以摘橘子吃的。待会儿我们沿着房子的周边转一圈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房屋的背后右手边方向是有3座坟墓的，从这个位置都可以看到墓碑。所以说，晚上住在这边胆子小，确实挺可怕的。我们也可以看到整栋房子，它的结构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屋顶已经基本上开始要倒塌了。所以这栋房子再不修缮，估计啊再过几年很可能整体会倒塌下来。房前屋后这个时候都已经长满了杂草。我仔细看了一下，整栋房屋周边的坟墓实在太多了。刚才我们说了，房子的右手边有好几座坟墓，那镜头前方的这块位置呢，是他们家的卫生间，就在卫生间的旁边就有一座坟墓，也就是房子的左手边。而且这个位置啊，这个土坎已经开始掉落下来了，我担心时间久，里面的棺木都可以看得到。看，这边就是坟墓垒砌的石块。就在房子的左手边，这里啊还有，就在房子的左手边还有一座坟墓，单独立在这边，上面都已经长满了杂草，但是每年在清明的时候，依然有人过来祭拜的。刚才我们说了，就在他们家卫生间的旁边是有座坟墓的，在那个角度可能大家看不太清楚。走到这边，我们仔细的来看一下。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橘子地啊，也都是他们家的，每年依然会过来打药、施肥。看这座坟墓，就在这块位置，上面也是长满了竹子，距离房子很近吧，基本上紧挨着他们家的卫生间，所以我担心就是说的那个问题，土坎散落下来，石块散落下来，很可能几年之后，里面的棺椁就会露出来了。当年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这个房东选择在这边建造房子。这样的一栋房子看起来没有多大，但是也花不少钱，少说好几万吧。现在是自己不敢在这边居住，村里面也没人敢买他这栋房子，所以一直闲置在这边，屋顶都已经慢慢的开始倒塌，也不愿意再花钱过来维修了。站在院子里，可以环视一下四周，视野还是挺不错的。门前呢就是大山，房子还是需要有人居住啊，要不然像这栋房子，房前屋后都已经长满了杂草。这个方向也是好几座坟墓。
基本上有竹子的位置都是坟墓的所在地。这边我倒是发现啊，有个习惯，每座坟头之上都喜欢种竹子，不知道什么原因啊。独门独院的房子，住在这边，尤其到了晚上，想想都非常的可怕。刚刚我们进入他们家入口的位置，那一排就有5、6座坟墓。当我进入院子之后，才发现啊，房子的周边还有很多坟墓呢。右手边有4座坟墓，每座坟墓之上都种满了竹子，生得老高老高了，特别的阴森恐怖。然后房子的左手边连着又是2座坟墓。整个院子门前的视野还是非常开阔的，站在这块位置啊，可以看到清水江的江面呢，风景还是挺不错的。只是这个地方啊太偏僻，而且太毒了。意思呢，也就是整座房子建在这里，孤零零的，基本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人鬼同屋了。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这户主人家当年选择在这边花了10来万的价格把房子建造在这里，被大大小小的坟墓10多座给包围着。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家的这座房子吧，总共是有4个房间，1个客厅，加上1个厢房，有厨房，有卫生间。房子的建檐位置都已经长满了杂草，屋顶呢也很多处坍塌漏雨了。然后走进堂屋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整个堂屋什么家具基本上都没有。在那后面呢，还留有一道房门，可以通往后院的。然后堂屋的地面都已经开始长一些杂草了，屋顶多处漏雨。然后在堂屋的中间放了一个木柜子，应该是碗柜。在这边呢，逢年过节，可能他们家还会回来祭拜、烧香烧纸，上面呢应该插了很多这个香。房屋还是要有人居住啊，没人居住，可能一切都在慢慢的去发生变化，房屋开始坍塌，最后可能就倒掉了。房子背山面水，这个地方可能还就是所谓的风水宝地。刚刚我们在路口的时候碰到的那个老大爷，他告诉我说，活着的人怕什么鬼呢？住在这里都是一些死人在旁边，有什么可怕的？确实可能在当地来说，这样的已经习以为常了，但是作为外人，我们感觉这个地方确实挺阴森恐怖的，说不出的那种味道吧。门前看那边清水江的方向，风景还是挺不错的。那视频的最后，石头也想问问大家，这样的房子让你在这边居住，你敢吗？欢迎在视频的下方评论留言。好了，我是石头，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